详解16型人格 INFJ 精神世界的引路人。1. 概述 INFJ 型的人生活在思想的世界，他们是独立的、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具有强烈的感情、坚定的原则和正直的人性。即使面对怀疑， INFJ 型的人仍相信自己的看法与决定。有些书里面称 INFJ 为咨询师、作家，还有叫微道士，而我觉得叫他们引路人更贴切。INFJ 的几个主要特点是深沉、神秘、执拗、忠诚和富有使命感。特注：《西游记》电视剧中的唐僧性格表现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INFJ， 还有一个相对类似的印度圣雄甘地。2. 分析 INFJ 人格类型约占总人口比例的2%到3%。INFJ 在对待事物时关注其内在的因素，善于思考。2的同时，他们对生活的认知也主要是关注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和内在含义，并且能站在全局的立场上。N 这些特点通过他们在做决定时主观的、更多考虑人际关系的偏好可以表现出来。F 同时也会在他们条理化、有计划的生活方式这中反映出来。INFJ 的直觉 N 是内向、爱的，而他们的情感判断 FJ 却常常是面向他人的。这两者结合，使 INFJ 作为一个具有想象力并善于倾听的人，又富有同情心，很关心别人，这让他们很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重要的是，他们不但说，而且说到做到。INFJ 类型的人在学习中不喜欢需要大量记忆且没有温度的冷冰冰的信息，一般对化学、地理学科不感兴趣，相对喜欢英语和语文，尤其是写作。数学和物理也不会太差，学习成绩相对稳定，无论好坏。3. 特征描述 INFJ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深沉，尽管所有内向型人的话都比较少，都比较沉默、安静，但是 INFJ 却能在沉静之中额外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由于 INFJ 心里想什么，其他人不太可能猜得到，这就使 INFJ 的深沉带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有的书里面说，INFJ 是16型人格当中最神秘的一种类型。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不能理解自己，从我角度看，难以被他人理解的类型，除了存在感很低的 INFJ 和 INFJ 之外，恐怕就属 INFJ。前两者除非必要，会默认游离团体之外，所以你可能会想不起有这么个人。而 INFJ 的表现则比较矜持，你知道他，但完全看不懂他，所以就显得很神秘。INFJ 的描述可以有诸如温和、有同情心、关心他人、富有想象力、注重人际关系等，这些典型的特点使这类人显得更加女性化。事实上， INFJ 女性是最符合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要求的。唯一例外的是，许多 INFJ 女性拥有神秘气质，只有当 INFJ 女性受到自己的判断和决定驱动时，她们才会选择不妥协。这也是他们给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所造成困扰的地方。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事情会变得比较麻烦，因为此时男性需要的事实依据和客观性典型的 ST， 而 INFJ 女性此时会显得缺乏依据而又态度坚决。但通常 INFJ 女性都会因为她们的聪明和智慧而受到尊敬，并在工作中被看作温柔、和善、关心他人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同样 INFJ 特点的男性面临的问题会多一些。INFJ 男性面临的是不同的环境，他们天生的关怀心和温柔是对职场中其他人的一种困扰，尤其是其他男性。INFJ 男性的同事、领导、下属通常会产生疑问，诸如这人是男人吗？是个懦夫、权威，还是个怪人？ INFJ 男性很清楚这种矛盾，他清楚自己和社会的传统要求有所不同，并且会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力求变得更加强硬和男子气，但这会使他的内心充满矛盾、障碍和困惑。INFJ 喜欢在工作中保持整洁有序，喜欢平和、安静的气氛，希望工作中每个人的贡献能得到肯定，每个人都有成就感，所有的工作都能和谐地取得良好的结果。INFJ 对人与人之间不能很好的合作，信任和肯定持怀疑态度，这是毫不奇怪的。INFJ 相信在加强沟通后，战争是不会发生的。INFJ 是让世界充满和平，让和平从我做起这句话的实践者。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中，这一信念都是INFJ付出、索取、生活以及为之努力的标准。
尽管他们的内向性格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的行动和回应带来一定的迟滞，但他们一旦选定了值得信赖的人，就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INFJ 看重的伙伴的品质是热情、坚定和真诚。INFJ 的工作方式使他们能在安排他人工作和承担自己的责任中找到很好的平衡点，因为他们清楚他人的需求。INFJ 在面临冲突时通常选择沉默寡言，而一般他们都能够先于其他人预见到冲突何时爆发。他们内向、直觉、情感的性格偏好使他们能够像雷达一样充当一种预警系统，但遗憾的是，这种能力在他们强烈的害怕冲突的心态面前变得无所作为，于是最终他们变得软弱了。他们总是在内省中抚平冲突带来的创伤，并希望这些创伤能赶紧消失。INFJ 的力量来自他们的聪慧、个人理想主义和他们的博爱以及关怀心。4个字母代表的特质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很注重理论，并且会通过创建自己的学术成果来达成他们的目标。很少有人能完整的洞悉INFJ 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各种抽象思维和概念。INFJ 可以很容易做到用一整天来进行想象和憧憬。INFJ 将这类活动当作一种激励，并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这就是生活意义所在。因此，一项工作或任务落在INFJ 反复思考过的概念框架中时，他就能够很好的完成。INFJ 从不停止学习，总是不断的进行自我成长和发展，同时他们希望别人也能如此，这就使INFJ 值得信赖，并且成为他人效仿的榜样。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关怀心对其他所有人都是一种激励。INFJ 拥有16型人格里面相对和平均来说最强大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预知未来的能力。这里的未来主要指的是和人有关的未来，也就是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人生的未来。INFJ 经常可以在自己的意象里看到他人的未来，也就是他人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或者将会遇到什么事情。就连INFJ自己经常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事情的，反正他们就是能看到将来在这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然后经常是说得很准。有句话叫做3岁看到老，那其实能从一个人3岁的时候看到这个人老的时候，这个看的人很可能就是 INFJ。 那因为经常能看到一个人在精神世界要走的路，加上 INFJ 和其他 NF 一样都有一种博爱的情怀，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帮助和指导他人发展自我，获得心灵上的成长，也就是精神世界的引路人。和 INFJ 一样， INFJ 对他人在精神的需要也很敏感，但他们不像 INFJ 那样喜欢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灌输给别人，而是根据自己的预见能力和对人性的把握，会觉得这本来就是你要走的路，我只是指引你、帮助你、支持你而已，所以我叫 INFJ 引路人。很多职业规划书里说INFJ 很适合做咨询、顾问类的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品质在教师职业中最受重视，它可以帮助学生思考并赋予他们学习的动力。这些特点在其他职业中也受到重视，因为 INFJ 会主动、友好的与他人分享其领悟和灵感。在4种 NES 当中， INFJ 对人性的把握可能是最为深刻的，这也是他们强大直觉的一个产物。INFJ 和我们下面要讲的 INFJ 都有着强大的想象力，区别在于 INFJ 的想象力有点不受自己控制，而 INFJ 的想象力是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导致虽然他们和 INFJ 的脑子里都会出现很多意象， INFJ 却更多的拥有把这些意象组合成一个整体的能力，使脑海中的意象可以为自己所用。这就导致了 INFJ 是最喜欢也是最擅长使用隐喻的一种类型。他们经常会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描述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并且往往都是能够抓住对象本质的一种描述。正是这种驾驭意象和隐喻的能力，使 INFJ 在文科尤其是文学方面可能产生了比较高的天赋。很多 INFJ 会选择文学创作，或者至少是文字相关的专业或工作，所以他们在有的书里面也被描述为作家型。最后说一下 INFJ 的缺点，显然执拗如果失控就会变成固执，把自己内心的信念神圣化，然后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如果过度的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修改现实，就会导致和大多数人的沟通困难，加深自己疏远现实的倾向，那就是导致讲出来的话别人都听不懂，过于沉浸于自己的世界而疏远了现实。
另外呢，INF 由于经常可以一眼看透别人，而别人却很难一眼看透他们，而他们自己又有一些坚定的信念，这会导致他们有时候放眼望去，发现这个世界到处是没有信仰的俗人。尽管 INF 是很爱世人的类型，但是他们观看世界的角度依然可能使 INF 变得很清高，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最后就是，如果道德感和正义感如果过强，而同时理性的发展又跟不上这两者的时候，INF 很容易变得有些愤世嫉俗，成为最死硬的那种愤青。4. 偏好职业领域。对 INF 而言，偏好的工作领域有咨询、教育、科研、文化、艺术、设计等领域。偏好的典型职业：人力资源经理、特殊教育人员、健康顾问、建筑师、健康医师、培训师、职业规划师、组织发展顾问、编辑、艺术指导、心理咨询师、作家、调解员、营销人员、社会科学工作者等。5. 工作中的优劣势。1. 在工作中的优势可能包括诚实正直，从而鼓励着人们重视你的想法。对于那些与你很重要的项目，你专注且执着。独立，有很强的个人信念，对自己信仰的事业尽职尽责。坚决果断，并有高度组织能力。有创造力，能提出独树一帜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别人感情交融，能预见别人的需要。有理解复杂概念的能力。2. 工作中的劣势可能包括易于仓促下判断，过分的专心致志，结果可能导致死板。对于要做完一件事要花多少时间，心中没有数，很难做与自己价值观相冲突的事。对计划的可行性有不切实际的倾向，不会处理矛盾，易于忽略不快，很难落下面子，客观直接的训诫下属。